Hello，同学们，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今天还是继续我们的 K 线组合系列，我们会把所有的这种吞没形态、拼棒、锤子线等等一系列的组合形态全部写一遍，不夹杂其他的任何的趋势性辅助条件，就看纯 K。最后我们再加上开仓、止盈、止损这些逻辑，然后回测复盘12年，看一下到底哪一种 K 线形态才是最好用的，胜率最高的。感兴趣的同学，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写，不想写的那就等后面我全部写完之后再去下载吧。昨天我们讲了吞没形态，今天我们看一下巨 K， 就是大 K 棒。大 K 的产生可能有多种原因，包括但不限定于某些突发消息的发布、市场情绪的巨变等等。这些原因往往会带来市场趋势的转变，这都说明某段时期的买进或者卖出行为非常的强烈。这种强烈的行为可能预示着未来的市场行为，也就是市场动向要发生改变了。我们举一个非常显眼的例子，就类似于这根 K 线。一看它就感觉它的气息啊，和这些周围的这些小伙伴是不一样的，有一点这个王霸之气在里面。这一根也是同样的啊，一柱擎天，都不用去翻到小级别去看这根 K 的内部的形成过程，你就知道这个时间点啊，多头是来势汹汹的。大 K 棒从市场的动态角度来看，常常是这个市场活动的强度啊加大的一种信号。这种跟平时不一样的 K 棒长度，就反映了这个价格的变动范围它是在增加的。这往往就预示着这个市场中的买卖力量开始变得非常的剧烈。从交易者的心理层面来看呢，大 K 棒往往会引发交易者对于市场的强烈反应。看好市场的交易者会觉得行情处于上涨趋势，想买入，还想买的更多。而对于当时做空的交易者来说，他的账户正承受着巨大的亏损，很想卖出。不管是从什么角度，都预示着盘面的活动变得非常的剧烈，这个市场可能是要变盘了。好，我们再往前面看一些例子，比如说这根 K 就是看涨的巨 K， 而这两根 K 都是看跌的巨 K， 这是看涨。好，我们不看了啊，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写代码，把具备这种特征的 K 线给它找出来。我们这里把大 K 棒定义为那些在长度上，不管你是最高价和最低价的距离，或者还是开盘价和收盘价的间距，我们把它的这些间距超过了一定数量的，也就是往前倒超过一定数量的 K 线的这些标准差的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这个巨 K。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寻找那些在长度，你也可以认为是在能量、动能，无所谓你怎么叫它，只要它这个长度啊显著超过了平均长度的 K 棒，我们就认为它是大 K 棒。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计算一下最近的一段的这个时间范围价格振幅的一个平均值和它的标准偏差。我们使用 MQL5 的 Max Mean 和 Max Standard Deviation 来计算哈，有点类似于ATR 加布林带的那种感觉了哈。然后我们再去判断一下当前的 K 线是否超过一定数量的这个标准偏差，如果超过的话，就定义为大 K 棒。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代码实现。我们还是新建一个文件，取名 class。首先老规矩，还是我们的版权信息，然后是引入我们的这个自定义的库，然后是我们的 oninit 初始化方法 ，onDelete 卸载EA 的时候会调用的方法 ，onTicket 方法每次报价都会触发的一个方法，不过今天我们这里不会使用到它。然后定义一个函数，用来检测当前 K 棒是否是大 K 棒。然后有1、2、3、4个参数，第一个是代表的是当前 K 棒的 index， 然后8count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我们需要获取最近的多少根 K， 用来计算我们的均值和标准偏差。然后这里代表的是这个标准偏差的一个乘积，就是多少倍的标准偏差，我们会认为它是大 K 棒。最后一个布尔值，它代表的是如果传入 true 的话，我们就使用高低价的标准偏差；如果传入 false 的话，我们就使用开盘价和收盘价作为标准偏差的一个计算。然后这一串代码都是用来获取我们最近多少根 K 的一个平均值和标准偏差的。首先我们定义了一个浮点型的一个数组，主要用来存储我们的计算结果，然后再获取当前周期内的总的一个 K 线的数量和我们给定的这个8count进行比较，然后我们取一个最小值，再循环的逐个计算每根 K 线的这个价格的差值，根据参数 type 进行判断是使用高低价还是使用我们的开盘价和收盘价，并将这个结果存储到我们这个 array 数组中。
最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MQL5 的这个 max_min 和 max_standard deviation 这两个函数用来分别计算我们的均值和标准偏差。然后这段代码呢，就是用来获取当前时间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获取到这些数据之后，再根据我们这个 type， 也就是给定的这个类型，我们去计算这个高低价也好，开盘价和收盘价也好，总之就是计算一下它们的差值，然后通过这个差值来进行判断当前这根 K 线的差值是否是小于平均值加上标准偏差乘以一定的这个系数的。如果是小于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它这个振幅不是很强烈，我们直接就给它 return 0，代表不是大 K。如果走下来的话，那么就代表着当前 K 线是大 K 棒。然后我们再根据开盘价和收盘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个判断，判断它究竟是看涨的巨 K 还是看跌的巨 K， 然后把相应的这个值返回出去。这是我们判断当前是否是大 K 的一个函数。但是我们还需要把它显示出来的话，还需要添加一些代码，就是用这个方法。它接受一个整形的参数，就是我们的收八 count。它的这个函数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指定数量的K 线上显示我们的交易信号的标志。首先呢，就是获取我们当前的 total bars， 也是总共的 bar 数量，然后跟我们这里的收八 count， 也是我们这里的传参进行一个比较，确定出我们要处理的 K 线总数，然后循环便利这些 K 线，对每根 K 线都调用这个 get bar signal 函数来获取当前是否是大 K 棒的一个信号。最后再判断一下返回值，在控制台输出一些信息。全部逻辑写完之后，我们在 onInit 的方法里面主动调用一下，然后我们编译0 errors 0 warnings 完美啊。好，接下来我们在盘面上调用一下这个 EA， 我们把这两个擦掉，看得大一点。看一下，来到最新的那个，来看这里跟我们刚才演示的就是一致了。按涨巨 K， 看跌巨 K， 看涨，按涨看涨。看跌，看跌，按涨，看跌，看跌，看涨。好，更多的我们就不看了，大家可以自己写一下，然后把它放在盘面上自己去观察一下。好，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加关注。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